一直以来，对于美国想要同中国对抗的心，国人都深信不疑。但碍于中美两个国家的基本国情，这样的一场对抗态势还是相对可控的。不过，美军现如今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人们预想的范畴。在这一基础之上，似乎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认为美军会考虑到后果而有所收敛。据环球网报道称，近日美国海军军舰频繁出入南海。我们知道，前一段时间南海刚刚度过了一段异常热闹的时期，英国航母战斗群、印度军舰、德国军舰等接连而来，而这背后的幕后主使正是美国。本以为美国在疯狂挑衅后会有所克制，但是近日美国似乎又发起了新一轮攻势。据悉，这两艘新进入南海挑衅的美国军舰是最新部署到印太地区的，一部署到印太，美军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示威，可见其部署之初的针对意味。而除了频繁挑衅之外，美国海军还爆出一个频繁性的动作——军事演习。尽管军事演习是现代各国提升战斗力常用的手段之一，但是在地区局势紧张之际，军演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，更何况是美军千里迢迢奔赴印太，集结各路盟友的一场军演。而更为危险的是，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这些动作并不是孤立存在的。根据美媒报道称，美国所有海上力量正在为大国竞争做准备。对于美军舰频繁出入南海的行为，分析人士指出，有挑衅示威的成分在，更有搜集中国周边海域情报信息的目的在。而所谓的军事演习更像是一场实战预演。现如今的美军正在推崇一种新型作战理念，也即海上分布式作战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美军都严重依赖海上大型作战舰艇，这也为美军带来了一个致命弱点：一旦这些大型战舰在战时被攻击，那么美军不仅损失巨大，还将面临战时无舰可用的尴尬。因此，现在的美国海军更加注重发展轻型作战舰艇，这样在作战时就能够更具弹性。不过，这样的一种分布式作战，也就需要美国海军提供更多的海军舰艇。从目前来看，美军似乎已经做好了将所有海上舰艇投入到大国冲突的准备中来。美媒直言，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，找出如何削弱和战胜中国的战争方式是一件极为紧迫的事情。在当地时间8月16日，路透社的消息称，在前一天，也就是15日的夜间，一架被标识为阿富汗政府军的军用飞机，在未经通告的状况下，突然出现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领空。由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混乱，该战机在试图闯入乌兹别克斯坦边境时，遭地面防空部队开火拦截，最终这架战机在阿乌边境接壤的舍拉巴德地区坠毁。乌兹别克斯坦媒体透露，当时飞机上有2个人跳伞，并在落地后被乌军的边防部队控制。据2人透露，他们原本是阿富汗政府军的空军士兵，在塔利班攻陷首都之后，仓皇乘坐飞机起飞，想要前往乌兹别克斯坦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该国与阿富汗北部接壤，在过往的外交中，双方一直保持密切关系。这2人希望能够被乌兹别克斯坦收留。据乌媒透露，到目前为止，该国已经先后接收了84名试图越境的阿富汗政府军士兵，空军方面也接收了来自阿富汗逃亡的24架战机和22架武装直升机。从这个数据中就可以明显看到，这个曾经被美军扶持、替美军在阿富汗为虎作伥的阿富汗空军，迎来了自己的悲剧收场，彻底解散消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想要投奔乌兹别克斯坦却被击落的阿富汗军机，很有可能是阿富汗空军里的王牌战机 A-29BL 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。这款军机在目前主流的国际军机中，可以说是相当的非主流，采用早期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作为轻型战机，外挂重量为1500公斤，5个挂弹点，油耗低，耐用易维护，被美军看作是低烈度作战的全能型，用于对付没有成建制的防空火力的最佳选择，也是美军为了扶持阿富汗的空军力量推荐的主要机型。作为阿富汗空军的王牌战机，别看发动机确实非主流了点，但战功却是赫赫。在美军扶持阿富汗空军的几年里，这款 A-29 给塔利班造成了至少上万的伤亡。最近的一次就是在8月3日的作战中，塔利班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后，开始首次向防御力量集中的城市地区进攻。在进攻南方重镇拉什卡尔加市时，遭到了阿富汗空军的空中阻击。在此战之中，有2名塔利班的指挥官的死亡和近70人的伤亡。从这份战绩就可以想象，为何阿富汗政府军的空军士兵会如此仓皇逃离阿富汗，可以说是手上的鲜血太多，很清楚自己要被清算。
最近阿富汗的局势可谓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，很多人都在等待塔利班接管政权后，阿富汗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但是在这样重大的事件下，台海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波涛再一次汹涌而来，甚至有国人直言第一枪要响了。是什么让国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？8月17日，岛内媒体再次发布消息，解放军军机再次进入台西南空域，并且这是解放军军机连续进入台西南空域的第3天。其实对于这个消息，粗粗一看并没有什么问题，毕竟早在美国不断勾结台岛的时候，解放军就已经开始经常去台岛巡视一圈，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常态化。而且之所以这才仅仅是连续的第3天，但是之前断掉也不过是因为台风来临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笔者会把这件事单独拿出来说呢？而这又为何引发国人的感慨？第一枪或许要打响了。这里的第一枪指的是什么？想来大家都知道，毕竟自从美台勾结开始，国人就不断的希望祖国尽早统一，让宝岛彻底回归祖国的怀抱。只不过是因为解放军需要顾虑的太多了，处处手下留情，所以才只能看着美台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中国。不过如今来看，泥人也有3分火，更何况解放军从来不是泥人。根据台媒以及广播室自动监视系统的消息，16号、12号等时间，解放军军机和美国军机都出现在了台西南空域，并且还是在相同的时间。很显然，中美军机已经在台西南空域交锋过了，所以之后解放军就加大了在台巡视的次数。其实在上个月，美国就已经减少打开 ADS-B 应答机了，就是为了不让人捕捉到美国军机行动路线图。但是如今却一再故意和解放军军机凑到一起，还故意在台西南空域盘旋，这挑衅的味道简直无法压制。对此，解放军自然该出手了。不过尚且没等到解放军出手，就突然传出消息说美国疑似在台部署了3万兵力，并且这个消息还是由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暴露出来。目前这件事只有台岛不断在否认，美国在笔者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尚且没有表态，毕竟还在睡梦中，就不多说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如果是假的也就罢了，但是一旦是真的，就像胡锡进说的，那就等着挨打吧。最后在2件事后，东部战区发布了终极警告，宣布在台西南、东南进行军事演习，并且明确的指名道姓的提到美台勾结，再一次强调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的决心。所以其实可以从这里看出来，台海的导火索或许要点燃了，而这也必然会迎合国人说的那句话，第一枪打响的时间已经不远了。长久以来，世界都笼罩在美国霸权之下，也正是凭借着这一霸权，美国才得以在世界横行霸道，处处为美国优先开路。但是从历史上来看，事实证明，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强大。况且从本质上来说，美国所做的每一个维持自身霸权不倒的决定都是错误的，只会更进一步的加速自己的衰落。而在一系列的错误行为之后，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的转折点会已来到。近来，阿富汗局势的瞬息巨变引来了外界的高度关注，人们在为阿富汗人民命运捏一把汗的同时，也为美国现如今的处境而唏嘘不已。有人说，始于2001年，终末于2021年的美国在阿富汗的惨败，可以看作是美国第2个战略挥霍期的结束，而这一战略挥霍之后的代价将是巨大的。20年前，美国雄心勃勃地出兵介入阿富汗，本以为会迎来一场毫无争议的胜利，但结果却是越反越恐。除了本身的经济和兵力损失外，更为严重的代价还在后面。美国突然的撤军举动，也深深地打击到了美国其他盟友。欧洲的盟友不得不对美国所能为盟友提供的安全保障有所质疑。在美国利益面前，盟友的生死存亡究竟占据多少分量？结果是令人心寒的。对此，拉脱维亚国防部长表示，一个时代已经落幕了，言外之意似乎在说美国大势已去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美国在阿富汗的惨败也让世界对美国军力有了新的认知。美军真的还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吗？他们还剩下多少能力继续成为所谓的世界领导者呢？显然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而同美国在阿富汗局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。不同于美国粗暴的武力干预，中国一直在默默地帮助了阿富汗20年，期间进行了多次经济援助，可以说相比于美国，中国的做法友善得多。另外，不同于美国，中国同阿富汗各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，因此中国今后在阿富汗的形势向好。这一点从塔利班方面的态度也可以明显的看出。正如同我国专家宋忠平所说的那样，阿富汗局势的突然变化让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出现了逆差，而中国则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。可以说，中国在阿富汗这20年的布局实在高明，而现在美国在中亚颓势已成定局，这回轮到美国绝望了。